嗨，你们好。按照惯例，前面一定要说几句废话来拖延时长。这集介绍的序列可以让你对影片的规格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说真的，我很佩服完全不懂状况就直接冲的。有人说是边做边学，从错误中得到反馈。不过现实通常是输到脱裤烂居多。我们说的胜利都是建立在2个基础上：大胆与细腻，缺一不可。现在废话结束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左下角这里叫做专案面板，我可以把一个档案放进去，也可以放整个资料夹。资料夹可以在已经点击的状态下再点一下换名字，也可以连续点它2下开新的面板，看个人剪辑习惯。把 4K 影片放进去左下角，再把这个影片放进去右边时间轴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丢进去时间轴里面。会看到2边同时跳出了东西，2个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拿来管理用，一个拿来剪辑用，都叫做序列。所以我在左下角序列将名字改成 WTF， 右边也会同步变成 WTF。所以说人的本质如何，一定会用某种形式呈现在外表上。左下角是专案面板，是存放管理影片的地方；右下角这区叫做时间轴，是剪辑影片的地方。点时间轴的片段右键看属性，或是点专案面板的序列看属性，最后再点一下原本的影片看属性，发现3种的格式完全一样。换言之，我建立了一个跟影片格式完全吻合的序列，还帮它改名 WTF 了。你也可以新建序列，用你自己想要的名称跟格式。我将名称取名为我最钦佩的人阴藏。这位大哥在家族遗产争夺战中拿下了全胜。回正题，序列可以有很多个，而且时间轴上序列就算不小心关闭了，对专案面板的序列连点2下也会出现。序列之间还可以互相涵盖，例如我把 WTF 序列放进去我刚建好的新序列阴藏里面，这时候会跳出视窗，说明序列设置不匹配，问我要不要更改。我选择保持现有设置，代表我不更改我自己建好的序列格式。这时候按确定，可以发现影片很大，当然是这样。因为我阴藏的像素是1920×1080，但 WTF 的像素是3840×2160，因此我要让影像符合我设定好的序列，该怎么做呢？我可以到 WTF 序列这里，点击这个影片片段，打开它的效果控制，将缩放降为50%，发现 WTF 里面影片缩小成50%大小了。这时候回头看阴藏，哇哦，很快哦，版面变成全页了。我们用图案来解释，方便大家理解。我们用影片大小创造了 WTF， 再以自己的设定创造了阴藏。版面上 WTF 的面积大约是阴藏的4倍。这时候影片带过去，从 WTF 来看是塞满版面的，但是对阴藏来说已经溢出了，因此才需要将影片从 4K 降为1920×1080，来符合阴藏的版面尺寸，而把 WTF 丢进去阴藏。WTF 还变成了绿色，在 PR 里面就叫做嵌套，英文是 nest。马上能懂的很恭喜你，没办法懂的萌新，我后面也会教。而把 4K 像素缩小成 1080p 像素，这个行为就叫做超采样。什么叫做超采样？超采样技术就是在一般采样的基础上扩大采样范围，用全尺寸的像素来做记录，再把多个像素合并为一个超精致的像素。每个字都看得懂，组合起来就不懂了吧？都听过1920×1080像素吧？乘起来就差不多200万像素，而 4K 就是3840×2160，约莫800万像素。现在大多数人家里电视都是200万像素，那你看1080p 的影片跟看 4K 的画质会是一样的吗？给你3秒钟作答。好吧，使我多问了，我会在下一集做出解答，敬请期待。